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英山，五哥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颖洲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今天礼拜二周刊再度出刊，那这里头呢，除了在所谓的金钱方面呢，那说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人也证实啊，是有在市长室里面招检？显然这个听起来跟沈清天当然不是同一个人，可是是不是在市长室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大家都会到市长室去做交检吗？在民众党的人口中告诉你说不要羞辱柯文哲，市长室是办公的地方，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一些事？好，那除了这些事情外，今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到尤其是今天像全美凤直接跳出来，因为周刊里面提到说柯文哲在过程当中跟他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所谓的性骚扰的事情，全美凤今天那也直接出来开了记者会，民众党当然也出来做了一些的回应，就是如果有任何的话，要不要循着申诉的管道啦这些，可是因为柯文哲现在人在羁押当中，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一次的解释。但这件事情从当初好，第一个有没有像谢国良帮长辈所谓的200万，然后但是没有任何登录的，到讲说钱有没有一些不管是不是政治现金，然后没有申报的，一直到这一次所谓的有没有徐美凤所说的性骚扰，像这样一件事情，整体来看，那这是政治人物我们在讲人设的一个问题。小平是这些事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人设，因为最起码这件事是徐美凤自己出来开了记者会了。OK， 那当时他自己讲他是主张蓝白合的这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民众党讲的也是啊，他又不在，他现在被羁押，你要让两边的人能够公平说个话，可是显然他现在没办法说什么。应该这样讲哦，我是相信曲美凤讲的话，不然会被告的。而且现场还有6个人证，又不是只有曲美凤跟阿北2个单独嘛，对不对哈？曲美凤我们认识了30年，我们都是第一批的新党的公职，新党的创党发起人。曲美凤是真的漂亮，而且曲美凤是57年制的，可看起来比她实际年轻很多，然后而且哈阿北就是色老头嘛，像哈我看到曲美皮肤真的很好，那我们这发户型指护理说这个看她皮肤很好，拜托你别用摸的，摸了就侵犯女性了，用看的这个就视觉即触觉，你要有这个眼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回到阿北，你怎么可以手给他摸过来摸过去啊？这样不好吧？这个很难想象。我说实话，对啊，因为在场大概如果真的像他们讲这样，在场大概都会有点吓到。如果是这样子，当时嘴巴都张开，可能都对，真的不知道，这很可怕嘛？怎么不那么多人怎么会摸人家这样摸人家手？你怎么可以把女人物化这样？而且更坏的是，人家当场忍住。然后你还传讯息给人家，干嘛？就是说什么呀？你看一下，人不可以太聪明。曲美凤聪明，这个我同意。这一点我跟阿北观点一致。太漂亮，这个我也同意哈。她漂亮嘛？太年轻，这个我不同意。她看起来很年轻，她57年是没有太年轻。OK， 不要为了把妹讲这种话哈。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逆天什么啊，说你还是正的像妖怪啊，妖精啊，妖精啊哈，妖精哦。哎呦，逆天是什么？太美，然后可能逆龄啊、冻龄啊什么这种，然后有机会再找你，好，有机会，好，就找到机会了，人家就不舒服嘛，他已读不回，哎，他不理他，哎，不理他，你不理我哈，我跟你谈情说爱，我长得不帅，你不理我，对我没有 feel， 好，我用公式哦，我跟你讲，阿北厉害哦，阿北以后会当总统哦，搞清楚好不好？决定聘你当国安会副秘书长，总统才可以聘，对吧？对。建议同意，封官哈。专责国内的侦防事务，锦衣卫的女头目，在明代你就是锦衣卫的头目。你为了要把人家，然后跟人家怎样？说我让你当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这什么人呐？有没有廉耻心呐？怎么会出这种人？我觉得无法想象。你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法律上我不晓得怎么称呼啊。你是不是给人家职务？要交换人家身体还是什么东西？讲这种话，这种勾引人家，我觉得很恶劣。拿国家的名气来做把妹的工具，我觉得道德沦丧到可怕，长得又丑，不是，然后啊，干嘛小心被告？没关系，我这个可受公平，告不了我，还这个。然后我讲他是一急一切，他心里是有压抑的，你知道？
你说帅哥从小啊来，那帅哥，然后大家喜欢他，正常交往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他的娶太太也是家长的意思，也不是他。那从小喜欢他很喜欢正妹。你看发现了没有一个不正的。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因为从小你书读得好，他数学跟物理都跑100分。但我认识一个族中的同学很厉害，文科就没那么厉害哈。好，那他从小就有强大的追女生的欲望，对不对哈？那干嘛呢？然后那追女生又不厉害，因为又不帅嘛，小时候都看帅不帅嘛哈。然后呢，碰到了曲美凤讲这种话，就他后来就是从自卑到自大，那个心理他心理投射，我们是可以反复的主角是有意思的，你知道吗？长大以后书读的也不错啊。然后又当台大教授，又决定别人的生死，然后又最重要当了市长，我有权利是男人最大的春药，对不对？有这样的一句话，然后认为说女人都可以被他物化，都可以骚扰人家，然后呢，而且我以前没条件，不帅，后来当了市长，我认为就自己很厉害条件，我就可以干这个事，那心理的扭曲我觉得很糟糕啦。我觉得真的你今天除了，而且你看什么事都敢做，可以在台北市长室里面收钱。可以性骚扰曲美凤，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大胆狂妄。他的老师不是说他什么兴风作浪，什么标新立异，就他变成他目空一切，他看不起任何人，他任何事我都敢做，我也能做，然后我钱也敢收，我也敢性骚扰那个这么有名的前议员。不，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黄国昌要思考一下，你的主席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清楚了吗？这样下去我看这个党只会越来越小。这整件事情，当然刚刚讲到这个是曲美凤提供出来的，然后包括你说直接传给女性朋友那些的词，感觉起来当然会怪怪的，尤其像曲美凤讲的现场出现的内幕，但是当后面再出现那个就是国安会副秘书长，再一下，是他那时候是台北市长而已啊，就是我要封官好歹好，第一个可能我在总统大选。我的声势大好，然后各方大家蜂拥而来住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许会有人会讨论到这点就算了？他那时候根本是台北市长还没卸任呢，没错。那你给什么国安会副秘书长啊？他在做台北市长就已经把他自己封为雍正，他的办公的地方市长室就叫做上书房，我是上书房的行走，不是我封的，也是他封的啊。真的他封你上书房行走，真的对，我可以在那边走来走去，是抽茶水的。所以柯文哲其实从头到尾他的政治的思维两个人，一个毛泽东嘛，另外一个就是皇上嘛。他看了很多宫斗剧、宫廷剧，他自己也很喜欢看宫廷剧啊。他自己也说所以他到处乱封官。所以今天曲美凤这个所谓的封官出来，我一点都不压抑啊，因为他过去就封过嘛。比较会难过是谁？蔡壁如啊。蔡壁如他是封作就锦衣卫的头目蔡壁如不过是锦衣卫的血滴子而已。你有没有穿黄马褂？有没有吃你黄马褂？走来走去的时候没有，上书房行走。所以蔡壁如只不过是锦衣卫的血滴子啊，曲美凤马上就升为叫锦衣卫的头目啊。另外一个难过是谁？黄国昌啊，他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也是部长级的，就黄国昌，你把脱离时代力量，整个加入民众党，你不过封了一个叫法务部部长而已，你还要谢主席，谢半天，对不对？人家曲美凤完全都没有谢，还觉得说你就是唬烂，所以柯文哲到处乱封官。包含他在市长的时期，包含他在选总统的时期，就是这么干嘛？因为他都觉得这些官位就像皇帝一样，我可以到处乱封嘛。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是上书房行走？是，你有没有被封过官？有，除了上书房行走以外。说真的，成立民众党的时候，他为了要帮忙民众党的，因为我当不及格大学士，我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电影，他直接跟我讲说，一山，我当总统的时候你就是文化部次长。他真的就是这样到处跟别人讲，然后要你的忠诚度嘛，要你去帮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就是这样子的封官的方式。当然，我们都习惯的人，久的人就听听就算了，对，也不知道被封了多少官，你外面不知道答应多少人了，怎么会相信他？所以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嘛。但是柯文哲的态度、心态就觉得说，我给你这点空的东西，你才可以对我尽忠尽孝嘛。这个就是柯文哲皇帝心态的思维嘛。所以他过去4度自比皇帝啊，汉献帝啊，汉高祖啊，雍正帝啊，努尔哈赤。他在专访的时候
就说我是雍正帝。这篇专访为什么特别拿出来？因为非常的讽刺。他为什么说他是雍正帝呢？他说他很勇敢处理以前的案子，包含那钟小平说的华南市场案是他处理的，现在变弊案了。而且他还说哦，他在任内蓝绿都没办法打他的弊案，因为他没拿钱，没什么利益。他因此说柯文哲之后不会再有柯文哲。什么时候？2019年的时候，他专访的时候这么说的。结果第2任之后，这些话全部印证了华南市场被钟小平检举成为弊案，而你真的就在市长室收钱吗？至少现在有2个人证跟检联说了，他的钱就在市长室给了，所以你有没有拿钱？有，而且是在你的市长室拿的嘛。而所谓的华南市场，所谓的减项招标，钟小平会更清楚嘛？那不是把那个渔国改建，渔国改建，那你用整个减项招标，又是中工集团，又是沈庆金的一个集团的子公司中工集团去包得这个厂商，包得这个标案，标的这个标案之后，后面还可以所谓的绑标嘛，所谓的得标之后，甚至在所谓的附带合约里面直接讲说，那追加预算就是你来得标，这些东西都是有明显的图利的行为嘛。直接讲说，那追加预算就是你来得标，这些东西都是有明显的图利的行为嘛。所以柯文哲到所谓的市长室收现金，到所谓的在所谓的相关案件的这个弊案，都印证了他之前他自己所说的话，其实他根本就是做不到嘛。所以现在整个检联在调查的过程里面，他已经放弃在司法上的斗争。为什么这么抗告？抗告放弃抗告，你就第一层次，你已经放弃你在法律上面的作为了嘛？因为他知道一定会被起诉。抗告是检联跟所谓的律师之间、检辩之间，他必须去提出更多的事证。柯文哲是不是因为害怕更多的事证出来，会影响到他在外界对他的所谓的收受贿赂的嫌疑里面，更多的证据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他不敢抗告，甚至传出他连一审都放弃了。而一审放弃我就听了都惊讶。没有被告说他一审就放弃的啦，而去拼2审，因为1审跟2审，一审通常判定出来之后，2审一定会，如果证据齐全的话，2审的法官虽然会换人，但是一定会采用所谓1审相关的一些事证嘛。所以这些相关事证为什么要拼到2审？我觉得他在拖延时间。为什么呢？1审可能明年就出来了，那2审我们打2审的话，可能要拖到3年，3年的时间，他为什么要拖到2审？他现在已经说1审有罪了。而我1审有罪，还是说这整个都是所谓的政治追杀，都是司法迫害，所以我1审里面一定会有罪。而1审有罪，不代表我在民众党里面我会失去我的权利，因为整个民众党的党章已经修改成所谓视情况而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整个民众党对于整个司法上面的态度叫做政治迫害？定调之后，我在民众党里面的党主席就可以巩固住，而党主席巩固住之后，我拖延到2审，我会不会在2028年还有机会选这个总统？我觉得这是柯文哲在盘算里面，为什么说他放弃1审、放弃抗告的原因在这边，因为他要掌握的是权力，他叫橘子逃跑，叫握住他的金钱，他在所谓的放弃1审叫握住他的权利，他眼中没有司法，只有权力跟金钱。OK， 当然你说柯文哲会放弃了抗告，尤其在地检这一块，大概大家心知肚明吧。从陈佩琪他不是发脸书里面讲说，他发的脸书是他那天在北检应讯的部分一些的内容 ，OK， 包括讲他检察官问他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讲，他说他要讲的，然后你帮我写进去，然后里面不是讲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柯文哲看成什么钱都要拿，什么钱都要贪，然后司法一刀一刀砍下，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段就是在告诉你说陈佩琪眼中北检的态度到底会怎么样。所以不管抗告或是起诉这一块，放弃北检，你就是起诉了，我就看你能够起诉我什么罪名。但是你说放弃1审这一段。对了，媒体当然有这样一些的报道，但我对这个内容，因为那里面的意思是说，他说因为北院多数的法官都已经接触过金华城，不可能啊。北院刑庭法官，各位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刑庭法官
刑一庭到刑24庭，法官大概8、9、10吧。你柯文哲现在接触过他所有的案子的法官才几个？好像11个吧。你说第一次吴保请回的，第二次羁押的严押是同一个法官，有几个法官碰过？对啊，你就告诉我有几个法官碰过这个？而且这个案子如果要是起诉以后，他会到已经讲了是那个重金主来办，他就是重金主专责办理啊，他不会碰到这些啊，我不懂啊，为什么会说北院多数法官都接触过？不是你的案子，那个法官陈审不会把各位，我办到柯文哲的案子，打开来批判者，不可能嘛，他们也不会看到，虽然大家都会看新闻，都会什么，这是一回事。但卷宗里面来讲，他们也不会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北院多数法官都已经接触过。好，但是你说地检这一块，北检是不是放弃了？当然是吧。黄国昌也说他一定会被起诉。从你看到那个北院的裁定书，不管是不是金华城那个图被扣那些，你大概就知道北检的态度啦。只是起诉的罪名到时候，而且起诉罪名大概都会有受贿罪，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样。OK， 只是证据能够出来到哪里，我就讲北检还剩下7个礼拜左右，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全部弄出来？好，这是一回事。另外，柯文哲为什么会说他自己是从汉献帝到汉高祖，从雍正到努尔哈赤？汉献帝的意思，各位你只要读过历史都知道，汉献帝那不只是儿皇帝，当然儿皇帝都比他好。OK， 那他自比说，他的意思是说，他刚当台北市长，旁边没有一个是他的班底。全部他就是个汉献帝的感觉，旁边不是曹操就是袁绍，全部都是这些人，而且每个人权势都比他大，他是这样比拟他，然后接下来开始学着，到了汉高祖就不要讲了，好吧？你知道汉高祖打天下，创立了汉朝，所有这些，雍正对，那上书房行走嘛，在那个地方 ，OK， 然后他讲他像雍正是，他说没有一个人你找不到有比柯文哲更认真办公，雍正，世祖、圣祖、世宗、清世宗 ，OK。清世宗我看过人家收藏的那个清世宗他的那个全集，他批公文真的是可怕，就差他批的字，搞不好比你上来的奏折字还多。你知道吗？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吐血身亡，太累了。所以他只做了10几年他就挂了，他就这样，他接皇帝的时候年纪就已经大了，对，然后只接了10几年他就挂了。他批公文确实是，而且他都用红字没批，对。然后你看他的公文写，他确实是这样。柯文哲自比雍正，告诉你说没有比我认真的市长，他批成这个样子，公文没有隔夜的，他每天批的大概几万字，他是这样自比的哦。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义山有讲，他把弊案揭发出来，你们能奈我何？因为我不拿钱，你们想要咬我都没得要。那义山刚讲，因为今天看到所有这些案子的过程，当然我必须讲，你看到最后起诉书里面出来的证据，是不是真的有在市长室拿钱的？有没有出现这些的？这些的部分，那对于柯文哲来讲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讽刺的一段 ？OK， 好。可是你如果真的讲这，因为今天所出来的内容，第一个有另外一组人出来，讲说是不是真的也有在市长室收件的状况，再加上陈美凤那在里面讲说是不是有性骚扰这块，可是一峰所有的回应，你会发现，第一个，那当然讲科幻小说也好，言情小说也好。可是对于最起码对于性骚扰这一段，民众党的公开回应是讲说，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如果有什么一些也支持可以提申诉。可是两边的话都要让他讲，柯文哲现在是没得讲，也就表示这一块他们也觉得我不要去因为毕竟全美凤出来讲嘛，现在会是这个样吗？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被指控是2022年的10月5号嘛，我们回过头来想啊。在台北市发生性骚申诉管道是第一关要向谁申诉？不就市政府吗？怎么申诉？我去申诉说市长对我性骚扰，我不晓得市政府要怎么处理，受理还是不受理？然后约谈柯文哲来。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当然中间有公布了一些座位图啦，当然他特别标徐子瑜在嘛，徐子瑜在。其实徐子瑜已经不在国内，也找不到这个人。听说在澳洲嘛，前一段时间去大阪找了1天也没找到，证实可能已经到澳洲了。但另外一个人是谁？另外一个人是谁？至少还有一个柯文哲的幕僚随行嘛。这个人是谁？前面那个。对，他是谁？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一个人是谁？我很确定徐府不在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 ？OK。你看到这样一张图的时候，
大家在想说啊，当然曲美凤这一边，那个薛长友也说他也在嘛，对，因为他请薛明哲儿子薛长友出来，是要强化他讲话的，是有这么一回事的感觉，有在嘛？那这一边至少有提出一个在场的人嘛，但柯文哲这边除了徐子玉，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嘛？这一个人能不能出来讲话？如果说没有他在场，他可以出来讲话，除非这一个人已经在2022卸任以后不满柯文哲离开不讲话了，因为柯文哲离开的人很多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至少还有柯文哲这边还有一个见证人嘛，所以我对于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分两边做嘛，分两边做嘛，一边是柯的人，一边是曲美凤这边的人嘛，啊，当然你可以看到他们提出来的声明。其中有一个申诉人有自己的权利嘛，可以去申诉嘛。那另外又有一篇声明叫做言情小说。那徐府又在那边说什么？曲美凤好像没有很愤怒嘛，还说要来怎么样，又提他的背景嘛。他说今年他先讲说他是今年的1月份吗？他说曲美凤有一直跟他联络，想要到他们新庄总部去。他讲说，他感觉不出来曲美凤有愤怒或不满啊，或者什么，意思就是，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联络？如果那时候你受伤这样子，然后再看就是他还提到了曲美凤的一些背景嘛，那我就说徐府的说法，我觉得是害死柯文哲不偿命嘛，就是说过一个女性指控别人性骚扰，你去讲这个女性的过往，其实过往是重点吗？过往不是吧？是这个女的当时那一刻，她觉得不舒服就结束啦，性骚扰就结束啦，就可以去申诉啦。这个跟这个女的背景没有关系。各位观众，你有注意到上一夫上公刚才讲这段话的时候，是特别注意的，因为他没有说这个女性就是曲美凤过往是什么事，因为徐府是直接讲了她过往发生的那些事情。对，上公在节目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不要去接那样的一些的事，因为对女性来讲的话，那个过程，因为过程她也是受害者，在那个过程那些就不用大家再提这个。你有注意到那个差别性吗？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上公是软男呐，基本的尊重。当然，我就觉得徐府到最后。行为者、加害行为者跟受害者之间，你到底要检讨谁？我就觉得徐府到最后，行为者、加害行为者跟受害者之间，你到底要检讨谁？这就我觉得很纳闷的一件事，就好像刚才听到说市府收钱，说什么侮辱公务人员，那现在又有一个所谓的金主的心腹证实，说是在市府办公室交钱，那到底陈志涵说周刊在侮辱公务员，如果这一段属实的话，那是柯文哲在侮辱整个台北市政府哦。你既然在市政府里面市长室收钱，那是不是侮辱了整个台北市政府？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不要所有事情都用政治去谈。我觉得徐府的今天的讲话就是用政治在谈，但是它是一个性骚扰案，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案。你像今天的声明，就是说要给双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合理。这是少数民众党为了柯文哲发出来的声明，基本上相对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篇了。那你今天是当事人出来指控，当然大家会在怀疑说，你为什么2022年跟2024年中间隔了2年？那我再回过头来说，当时就真的为了蓝白合可以忍受，那我就觉得问题存在性也大。当然当时2022年，我们都知道薛长友他爸爸
薛明志在新竹市不断的在努力，为了高虹安嘛哈，然后甚至于带着高虹安那时候还从医院，还记得在医院跑出来，手上还挂着点滴去见杨文科嘛，薛明志安排的嘛，薛明志当初也带着高虹安去见了国民党的大佬等等一些事情，他的确是在中间串蓝白合的事。但是最压抑的是，突然那个简讯，国安会副秘书长，那一个简讯，合理的怀疑，5号你们到底谈了什么？为什么简讯里面出现的是国安会副秘书长？因为这一个已经是属于总统职权的事，总统职权的事，而你当初还是市长。你是2023年才宣布要选总统，2022年既然就谈到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好，然后我们都说他，这样一个封官，甚至于拿明朝来说，我们都说他皇帝嘛，哈，刚才说4次，对不起，再加1次，他也自比过唐太宗。真的，对，有没有？还有唐太宗，他还有唐太宗所以其实他自比皇帝已经不是4次了。我印象中唐太宗，我刚才去查了一下，果然是有唐太宗。所以你看得出来柯文哲的心态嘛？很多事情我就觉得朕知道了，朕封官了，朕怎么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态嘛。可是整件事情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因为邱永凤讲说他后来。这你有注意到吗？他讲说他后来有觉得说做了这样的事还是应该要道歉或什么，所以他不讲说后来好像也是当着宣传友，然后讲说另外一次会议，对，另外一次意思说，那柯文哲要不要跟他们这样道个歉？这样这件事情，对，就他说他头低下来，这是什么动作？头低下来的，因为整件事情，建议你们2014年民进党跟柯文哲合作，然后后来2018年。大家可能对没有缘分，分道扬镳，然后一直到现在。刚才讲的这些事，不管跟钱有关系，跟包括是不是有涉及到性骚扰这些事，我刚刚讲，因为这对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柯文哲主席，跟2014的你完全不会把柯文哲跟这些事情想在一起，你想都不会把它摆在一起啊。2014，我相信易善也很清楚，其实他后来让我了解他是人设被一个所谓的一个虚拟设计出来的一个人物。我凭良心讲，我后来真的了解原来抓头这个都是后面加下去的。他没有真的抓头，他没有那个习惯，是后来把它加出去的这些动作。那当然对他的人设来讲，那时候就是阿北好玩，凸显，都张一善教他的啦，我跟你讲，我没有教他把妹。你对他不满，你要让我论述啊。所以刚才曲美凤这个问题，我很怀疑2022 10月天气到底好不好我查过天气，10月份我真的去查过天气，20几度，穿短袖。合理所以呢，原则上如果在一个从上面滑到下面，或从下面滑到上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当天现场的人第一个一定真的如果有这个动作是哑口无言，吓呆了。那好，哑口无言，当然如果幕僚的做法等等，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但回个角度回来，曲美凤现在报的目的是什么？我比较纳闷的是这个东西。第一个，你炒新闻，感觉怪怪的。第二个。是不是我的宗教仪式？现在我对了这个教主，我发觉我醒了，那我要把我原本不舒服的事情讲出来。当时候因为我没有醒，还落在他的话语当中，宗教传道当中，我信任你们都是眼睛业障，你们看的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目的到底曲美凤那目的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之前我记得有一篇新闻，他到议会去做报告，然后那天天气很冷。他就看到一个女性的记者，就直接上下掂量说：“你今天怎么穿的那么短？”他的助理还告诉他不要去谈这种事情，人家天气冷，穿短裙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以柯文哲自比皇帝的心态，再加上他物化女性、看不起女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今天让这个曲美凤出来报这个，我不意外。我真的不意外，因为过去的累积了太多的一些印象了。第二个讲到。柯文哲破了记录了，哪个？办公室收钱，市长办公室收钱，这没有人想得到的。
第二个，以前当市长，大家也新闻也看多啊，对不起，那个影剧看多，市长要收钱哪需要到办公室我自己拿？一定有幕僚嘛，一定有作业嘛，等等的嘛。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信任人。对了，他只信任他旁边这几个女的，因为女的我可以，比如说橘子收钱等等。今天说这个金主的贴身秘书出来教他亲手这种东西，我只能说。报道里面，如果说报道里面没有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些周刊不敢写了，绝对不敢写。再加上工地收钱，这也破纪录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利用端木正，这是郝龙斌时代、马英九时代、陈水扁时代都没有发生过，居然我让你当独董，然后回捐，我去调过这些资料，历年来都没有，现在变成科规。讲谁也必须要签立那一个，但是如果真的在法律上，五哥也知道，我不捐你奈得了我，这是我的收入嘛。虽然我窃结这个东西，我顶多是政治诚信不见，但我法律上没有犯罪，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柯文哲这些钱有没有流到他私人的一个指定的账号，这就是所谓的柯文哲创了这些天地。所以柯文哲阿北，阿北，我只能说2014所有的人设都是假的，再加上。我也请代表我拜托你们支持过柯文哲的人，选民我跟你道歉，真的要醒了。师父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这个宗教已经开始破灭。OK， 那当然了，那你说像有没有在市长室收钱这些因为是周刊的报道，那我必须说等到起诉书如果是看到里面的话，这些。如果检方要论证这一块的话，势必要把哪一个证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一定要录约出来，让大家知道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事。他不写全名，可是他要让你知道，我就是查证过像这样的一些的事情。那是不是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就会看得出来这些。可是这个过程，今天好，那如果你在回应崔美凤这一段的时候，当然讲，因为这牵扯到性骚扰、性平的一些的问题，那也要非常中性的一些的回应。可是一周，如果讲到，因为周刊又有报道。说有一个秘书就是比他能够了解他的心情，是不是？如果还到北海岸做，可是那一段好，民众党的回应就是说，现在已经从科幻小说变成言情小说。那你再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要是他们主席，他就是开车经过的，他心里面有什么事想要交代、想要讲，他走，就他们跟秘书、司机他们也许不方便听，他要交代什么？这会有什么让大家其他的遐想吗？我昨天在录影的时候，旁边坐了张宇轩。那我在讲阿北的理财术。阿北不是有司机、有车子，还有随扈吗？但他们家没有买车。对，董调都没人急，民众党帮他出钱嘛。张宇轩在旁边冷不防丢了一句：“还有小姐。”张宇轩在旁边冷不防丢了一句：“还有小姐。”我当场吓一跳。我说：“我应该没啦。”主持人也跳出来说：“应该是没有。”昨天呢，就今天早上就证实了阿北至少就跟小姐不一样吧？不是，重点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离奇，就是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他跟曲美凤的新闻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不可能，但我可怜。可是直到我看到简讯的时候，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那些简讯，刚刚那个以后，你说柯文哲传给曲美凤，对，就这个，因为如果你是曲美凤单方面的讲这个，我可能觉得，就可能我不太相信。那现在提到就是说，除了曲美凤这件事情以外，他其实阿贝有一个随行秘书，其实长得很漂亮，就是黄馨香。之前他其实2次接受检调约谈，那他最有名就是第一次接受检调约谈，媒体在采访他戴个口罩，他就对人家比中指，所以被称为中指。曲美凤是外贸协会只喜欢帅哥。然后第二次柯文哲绝对不是我，不帅。那第二次那个黄馨香去接受检调约谈的时候，这是很呛哦。那记者问他嘛，他就说我是来经营检调这条线，就是这个。所以他的新闻是这样子来的。好，那现在传出来就是说，原来他就是在阿北去年选总统的时候，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北海岸，然后说要去看海散心。董调敏在他们在当时的车上是有橘子跟水扈，还有那位黄馨香。结果只有阿北跟黄馨香2个下去看海，那橘子跟水扈是在车上。就是这样啊，然后所以就有人讲说他是不是柯文哲的党内说有人在那个媒体上写说是他的结语化。什么叫结语化？你敢不知道？阿北刚刚讲阿北是自称唐太宗，对不对？阿北这时候化身唐玄宗了。因为结语化的典故就是说，唐玄宗有一次携着他的爱妃杨贵妃2个在那个荷花池里面看那个漂亮的那个白莲花，然后旁边的那些朝臣跟那些皇亲贵族说：“哦，这花好漂亮啊，好美哦。”就这时候唐玄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看着杨贵妃，真如我解语花，意思是讲，你不要不要看着我怎么这些你不要爱上莲上一花部嘿怎么跟我身边的解语花相比？所以是善解人意的解语花，所以从此解语花的典故就来，就意味着就是说它是善解人意。所以现在就大家讨论说，这个黄馨香到底是不是阿北的解语花？那我们当然无从，因为双方现在阿北人在羁押嘛，那黄馨香不可能出来讲。可是有个迹象，在之前大家知道。柯文哲这个杂志曾经提过一件事，柯文哲在任市长期间呢，有一次就是说他在外地的行程结束以后，他就是要上车嘛。那当时还有市府的高层，可是因为车子不够坐，所以当时上车的是谁？就除了对，就是柯粉。当时柯粉那个黄馨香，那时候黄馨香是阿北卸任市长以后，他当他的主席秘书。当时在柯文哲当市长任内，那个黄馨香只是柯粉，他还不是市府的官员，可是他竟然上了柯文哲的车子，然后使得有一位市府的高层没有车子可以搭，自己坐高铁回来。这件事情蔡壁如听到是勃然大怒，蔡壁如当时就很生气，就说怎么会让一个市府官员自己坐车回去，然后那个黄馨香竟然搭了阿北，所以就是这件事就是说，这个黄馨香跟阿北的关系非常的 close， 好就是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大家提到就说。就党内有人在讲说，哎呀，就是阿北每一次看到黄馨香啊，心情都很好。那个橘子就说他很开心的，就说这是我介绍给阿北的，就是在这这样。所以现在大家在传这件事情，我还私下听到有一位政治人物跟我讲，他说难怪柯文哲每次看到他都说，哎，你皮肤好好哦。哎呦，他当时他不觉得什么，有人觉得柯文哲在夸他，可是今天看到曲美凤新闻以后，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感觉好像。不对，然后就是直打哆嗦，就是你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所以我今天就最尴尬的就是我们的 Peggy 夫人，目前还没有看到 Peggy 夫人的回应。他前2天还在发文，他说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什么永不赡养啊，就是还这么的，然后就说每天这样子陪他陪。可是我觉得看到这些新闻。如果他是真的是真的，至少简讯是真的。他先打预防针啊，他知道有这个新闻，他先讲。一中，如果这样的话，我分2部分来看。第一个，你说那个随行秘书是不是解语花？我不知道，也许他会有特别的任务要交办，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你用心腹2个字，也许他是心腹。那不管男的女的，我在政治上总会有一些心腹。那有人会不同的解读，或是另外会不会有小草解读？就你们现在就是政治办不下去了，你们法律办不下去了。你们现在就用人设摧毁，而且毁到极点，收钱也就算了。现在把它搞成是一个跟个感觉上像一个色胚子一样的感觉，你们就是从头要把它打到万劫不复之地。会不会有小草就直接讲，你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发现你们现在手上的东西真的就不够了，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他会不会这样解读？你知道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他其实讲了很多名言。那他其实整个最有名的就是说，怕热就不要进去。那杜鲁门另外一个名言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没办法说服他，你就混淆他。陈佩琪现在就是用这一招啊！你看陈佩琪这2天发文，包括那个车子的，他讲柯文哲的特支费是合法的啊，然后他们家的薪水啊，那废话，第一个特支费如果不合法，你找到贪污治罪条例就办了啦。第二个，他们家的薪水，因为检调已经可以去查了嘛，所以检调只要跟国税局扣资料，他们家历年的夫妻的报税所得都马出来，所以这个没什么好否。所以陈佩琪用这个方式去凸显什么？他要混淆这件事。我们没有人在质疑柯文哲的特支费，没有人在质疑你们夫妻的合法收入，大家质疑的是你为什么柯文哲可以私下收钱，而且收了钱以后并没有放到民众党的政治艰辛的专户，这是大家讨论的嘛？但你现在在讲这个嘛？那然后所以这才是大家在讨论的。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今天这件事情重点是你真的有传简讯给曲美凤，而且你传了什么简讯？不三不四，所以这里面从头到尾就显示，现在讲的是柯文哲这个人格。那所以小草你们不用讲说什么现在什么人格毁灭或什么攻击，因为那我就问你这件事嘛，你这个简讯你为什么不带不去传这种，然后跟一个女生说什么你长得很逆天啊，太漂亮，什么太聪明，这种东西其实看在一般人的道德点中，你会没事。我就问你，各位有结婚的老公。你也没带不去传给一个女生说什么你在传这些东西吗？至少我没有听过。还有摸人家手再加起来。对，还摸这个手，所以你这2个这件事你根本没办法解释。然后你今天就是乱讲一通，然后去扯到曲美凤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我们讲什么？你知道？我用4个字来讲，不讲武德啦。我们大家有事情就针对事情来公众讨论。你没有说一公这关代志，这段代志你只是火上加油而已的。OK， 可是现在整件事情，执政我刚刚就讲。陈佩琪还记得他在发脸书里面有一些你不讲细节那些，但是他就告诉你，他的感受就是他写出来一定是北检给他的感受嘛。
你们司法一刀一刀砍向他们家，然后为什么要把她老公讲成好像是什么钱都要拿，什么钱都要贪，然后她抗议啊，她不服，她讲这些，所以刚就讲说，现在就是讲法律侦办是一回事，法律真的如果要到定有罪无罪定验哦，那个时间会非常长。但对柯文哲主席来讲，他人都还没出来，他整体的人设或未来的政治路上，光这些事情，那未来他怎么办？是，所以现在回来看陈佩琪那时候的发文，确实好像某种部分是在唤起小草原来对柯文哲那个人设的那个印象，说柯文哲以前是多么的清廉，你看他们家都是 BMW， 对不对？对，你要说多么清廉，多么朴实，然后跟他两个人夫妻之间感情多么的好，都是被司法迫害的，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你不能这个清廉是毋庸置疑。其实陈佩琪在做的某种程度，就是在用感情面去勒索这个柯文哲人设的那个记忆再浮现出来，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了哈，因为很清楚嘛，你一审完之后，你不管应该就是有罪，你上诉之后，你这个过程当中，他某一段时间总是应该会被放出来的情况，可是不管你有没有再放出来的情况之下，你的人设基本上已经破功了。一个破功是清廉，因为太多的证据，我们这2-3个月的检证当中，你的这个清廉的人设已经破功。虽然不断有人在帮你，我问一下，像刚才讲那个易善拿那个雍正那篇的专访，对，他不是讲说他办了这么多的弊案，但蓝绿你们拿我都没辙，意思就是弊案都你们蓝绿的，那因为我没有收钱，就算你现在有一些证据出来，因为我们看得到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谢国良讲了200万，对，黄崇仁讲那个木可那件事，但是你会听到，不管是小草或是有人帮柯文哲讲，就不是你们大家现在是没得说了吗？那些钱也不是金华城的钱呐，他也没有这样干呐，210万，然后也有人跟你讲说，谁会傻到把钱摆到一个政府查得到的户头里面去？你们现在就是没得弄了，政治现金，哪个政治人物是没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的政治现金？那为什么要把柯文哲搞成这个样？他们现在就这样跟你讲啊。政治现金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对价的贪污图利关系是一件事情啊。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华城案，或者是刚刚一山所提到的，你有那种金主拿着现金过去，USB 里面到底有多少这种现金的流动，是大家所不知道的。这一些跟一般合法的正常的政治现金，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况啊。所以其实你说。柯文哲在这个部分，这个逻辑就是谁？就是馆长。他前2天 po 文讲的逻辑，他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也让我匪夷所思啊。他讲什么？他讲说，有啊，沈晶晶有拿钱给他，柯文哲收着啊，收着他有没有分人？这样子，柯文哲跟沈晶晶有什么错？所以简单讲，这是一个财团的一个财团的拿着钱给台北市长，然后台北市长收着。然后这个金华城容积就暴涨，这个其实没有事，因为我没有分给别人啊，我自己收的，所以柯文哲跟沈晶晶这有什么错？我觉得有这种匪夷所思、似是而非的论述在灌输给小草，想要维护他那样子的人设，他就是被司法破坏，他就是被这个打压，其实他还是清廉，可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相关的案情一个出来，到时候判决书的整个状况出来。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都是有证据给他在阳光下的。可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相关的案情一个出来，到时候判决书的整个状况出来，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都是有证据给他在阳光下的。那今天曲美凤这件事情，你等于让陈佩琪在那个po文当中的第2个人设也破坏掉，怀念阿伯那种爱妻、爱家那种不近女色的那一种状况。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家台北市长认得，大家开玩笑说他自比雍正，常常讲说没错啊，他后宫有甄嬛一大堆，那个《甄嬛传》演的大家也是这个眼花缭乱，可是至少不会触及到像这样子性骚扰。因为那时候大家讲的是。那是帝王之术，所谓帝王之术就是在权势之中，你们大家互相之间的斗争，然后到最后只有我能决定到底。那本来都以为是在讨论这个而已。对，但是如果你看曲美凤的这个状况，他真的，我觉得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最后这个真相，但是你有白纸黑字的这个简讯在那边，那个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冲击的。
非常冲击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其实你包括这个人设，你可能也会有一步一步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那个其实是很主观的感受的人出来愿意讲这些事情。那你这些东西，你柯文哲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破坏？所以最后讲就是说，柯文哲看自比很多皇帝嘛，我刚才在想。他自比汉献帝，刚刚我哥不讲吗？汉献帝他上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个烽火燎原，他全部都乱七八糟，都是曹操跟袁绍。对，曹操、袁绍，然后他好不容易一个一个收拾。我想到后来我还特别去查，那中国历史上到底哪一个皇帝又好色又贪财？会发现一大堆，一大堆。但是有一个跟汉献帝有直接关系的。叫做晋武帝，就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为什么他把他后来整个统一三国了嘛？可他统一三国之后，2件事情在历史上留名。第一个就是把那个东吴的宫女全部一路送回这个开封那边，送回洛阳，然后大兴宫殿让他们住，好色有名。第二个，他官可以拿来卖的，可以卖官。就是到时候因为西晋的这个财政不好，所以卖官你要多少钱可以进来，所以好色贪财，刚好跟汉献帝连下来。所以我想，这个柯文哲是不是自己也预言了？当他以为是汉献帝解决了解决了袁绍，解决了曹操之后，他自己就把自己的这个核心的人设给披露出来了，就变成了是这样子，女色也破功了，青年也破功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OK， 那建议要不是什么？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沙文主义原则上男尊女卑，这是柯文哲心目中的那个潜意识是非常重。那他爱妻这东西，我个人知道，我听过很多市政府的幕僚，甚至有一些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多少少讲，其实对柯文哲对陈佩琪并没有那么相敬如宾啊，其实做大声声的啦，这感觉是这样。但我要讲得起来，就是说，不管整个人设，包含所谓的他的贪污的问题。包含对女性的问题，这个人设不是任何人要摧毁他、崩坏他，重点是在于说，你们的人，民众党人出来回应，你的回应目的是什么？你说黄国昌跟馆长，我告诉大家，黄国昌现在起码在孝行为是啥物物件，就东主心嘛，我李部也在做戏泥嘛，我起码在做所有代志都是针对忠诚支持阿北的这些小草在吸收嘛。然后呢，他寄予的就是一年有1亿5千万啊，柯文哲留下来的有3、4千万啊，等等的钱，他如何运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能讲说，民众党现在目前大家各自盘算，真的大家为了阿北没有，你们有任何人是真的帮阿北讲话吗？看起来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把尺，也没有人说叫橘子要不要回来。说真的，到目前都没有。我只能说，他们现在目的是为了要这一群忠诚的小草，小草到底能不能再继续吸、继续压榨，我不知道。但我只能说，柯文哲的人设，各位没有人去摧毁他，是他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拿出来，大家在就事论事的讨论他，人设是他自己摧毁的，并不是任何人加于他。OK， 刚才建议你刚才那代表就是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相信你们，所以因此支持柯文哲的人道歉。但你这几天你也直接喊战，就是因为蔡壁如真的告你啊？告啊，告民事啊，告民事对不对？我有注意到你好像告民事，是。然后我有注意到你的律师还有出来解释，因为民众大家就知道，因为你们两边，那你就一直跟蔡壁如讲说告我啊，告我啊，告我啊，然后就后来他告了，但你觉得你很失望，你觉得他应该要告你刑事，是，不要只告民事，是，因为我当然威龙闯天关，你打我啊，打我啊，感觉有这种嗜好的人还真是不多。那我就满足他。对啊，他真的打我，他也真的告我但是他告的是损害求偿。其实这部分上面损害，重点是他的金额不是1块，象征性的政治，但是他主要还是要跟我求偿50万。这一点我是觉得蔡壁如，你跟我求偿50万，我告诉你告刑事比较快。他不愿意，其实某部分第一他不想留下证据，他前科，因为毕竟他目前没前科。那第二个，我个人认为他的诉讼方式很清楚，他是要呼吁小草。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们，我告了哦，不像洪建义讲的没有告某部分，而且够好看。说真的，五哥您本身是法律人，你也知道。我要告他诬告很容易嘛？如果他告你刑事，你一定会告诬告，一定告诬告，而且我有一笔所谓的附带民事求偿嘛。但看起来他在闪这个游戏规则，因为他知道告不动。我的资料来源，我在这边慎重的讲，
我的资料来源是市政府提供给我，所以我的来源没有问题。所以蔡壁如这个部分只是一个政治操作。OK。那现在看起来，当然你说进入司法的话，就看后续的一些的发展。那可是当陈佩琪这几天 PO 那个文章，然后内容所呼喊这些，小平，你觉得为什么陈佩琪要 PO 这个？陈佩琪啊，那个性比柯文哲还坏。有人说娶妻当娶陈佩琪，我是看柯文哲这个官司碰到这个官司娶了陈佩琪倒了血霉，我觉得第一点我先讲，怎么话法官不语对吧？拜托哈，太太也不语吧，老公都关在里面，证人也不语啊，你是不是证人？证人可以这样乱讲话，就还在乱讲话，很可能变成被告，好不好？就这夫妻就自大狂，大家都废物，我们两个最高尚，话我就是要讲，我就是女版任我行。真的很讨厌的这种人，就没有一点同理心，没有一点群性，没有一点那种温暖，人与人之间都没有，在这个夫妻上完全看不到，好不好？那以为高人一等，你家很多医生也是龙总的大医生，也是我们打篮球什么都很客气，你们两个医生怎么会拽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想象哈。好，第二个，他不知道谁教他的，他说他很坏，他8年她老公总共。一个月15万乘以8，大概1400-500万。8年下来特别费1400万。他说送给那些员工啊，很棒啊，也弄了600-700。那剩下钱刚好700-800 cover 掉。前一阵不说他不明来源700-800有没有？他自以为聪明，笨死了。你作弊也要去把规则调查清楚。马英九特别费之后，以前是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特别费是15万汇到马英九户头，你用这一招还行。对不起，马英九特别费出事以后，柯文哲的特别费是没有汇到他户头，没有，就没有金流进来了特别费。然后他以为有金流，陈佩琪其实没有，搞错了，陈佩琪没脑筋的，没脑筋了。好，然后那会衍生什么效果呢？请问你是不是让我们发现了600-700万是送给特定的员工，包含7个人得到这个奖金，他的特支费就是协助市北科产发军的7个人，那7个还被调查中，你怎么可以给这样子的员工帮你做疑似市北科这样的弊案的，然后帮你做这个协助者这些公务员不管他是无辜有辜无辜我不管，你怎么会给特定这样的人，而不是其他表现很良好的人，还被调查的人？那我就发现，如果她贪心的话，她老公如果贪心，一个问号那有没有给人家钱？有没有回缴一半啊？那是贪污你会不会害到你老公啊？如果你老公有做的事，我们希望他是平平安安是清白的柯市长，可是当人家太太做这个事，这是把老公害惨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检方我一直在讲因为当检方申请押获准，然后柯文哲也不抗告以后。算一算，大概到明年1月初吧，大概第2次延押，大概是到那个时间，会不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那检方会有一些最后的决定？因为一般对我们法律人来讲的话，有2个时间点，大家都在讲说大家会清仓结案，一个是阳历年的年底，一个就是农历年的年底，大家都会清仓结案。我不知道，因为它的时间刚好是大概在1月初左右，那这里头对说算时间的话。8周左右，2个月大概8周左右吧，去掉1个礼拜，还剩下7周。检方现在的动作，一夫，他传了前法务局长柯文哲说的法务局长，然后传了包括媒体的董座，然后甚或还传了那个营造啦，或是建设公司的一叫。检方现在这些，他到底要爬输出什么东西？因为你比如说他约的营造公司，他是负责当初招标是负责环南市场得标的 OK， 那当然你合理的看到了前面的豪华证人团等等的一些因素可以合理的判断，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跟政治现金有关 OK， 因为媒体你看到之前也有传一个媒体的大亨嘛。也是基本上跟钱有关，那当然他这一次传的当然属于网络媒体但是背后之前他当然后面有重组过现在是高雄的某集团接的，那之前呢是某一家运输公司的前总经理去投资了嘛 ，OK， 那基本上是不是也是跟
金钱比较有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法务局局长哦，法务局局长在金华城案上面，法务局哦，金华城案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要督发局里面有很多的签文，法律上是会法务局对，第一个，第二个。在我所看到的都发局里面、都委会里面审议的记录上面，其实法务局曾经有说过，都委会是没有权利创设荣奖的项目。这一点跟后面市议会里面行文给内政部解释的过程当中，法律见解是一样的。当然，检察官会合理的问。你前一次你在第几次的都委会议里面，你们说都委会无权创设 ，OK， 后面继续审理的时候，你们都是出席单位，为什么后面都不讲话？后面为什么都不讲话？2019年之后，谁督导法务局？上面有没有人交代？好，那就是被约谈2次的黄珊珊哦。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前面说不可以，那后面为什么晋升？中间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人交代了？等等的。而且这一个前法务局长，以前就是在帮柯文哲弄 NG149，还有他在选举的律师团的发言人，好，律师团支持的发言人，所以这一个人。跟柯文哲的关系，后面去当法务局长，当然也会列为一个，你坚持，你们法务局在都委会里面曾经这样讲过，后面为什么就不讲话了 ？OK， 不吭声了。那中间的关联性是什么？跟黄有没有关系？跟柯有没有下令你们在都委会里面不要再讲话？有没有直接关系？我相信检察官一定会调来问嘛。检察官所有的记录应该都是调在手上，所有都委会的会议记录等等，应该全部都在手上，都应该看过的，都应该看过。所以看得出来，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法务局局长可能直接跟金华城某种案件的。你法律见解的为什么前后的关系是什么？可能会问。那其他的很可能就是基本上还是跟金流有相当的关系存在。OK， 其实你从十人豪华团里面后面看，应该还是属于相对对照组，因为看不出来这2间公司基本上跟金华城案有关系。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叶闪是。刚才建议讲说阿贝的人设是创造出来的，对，很多是包装出来。好，因为你自己有贴身，然后跟他之间合作过那段关系，对，是真的是用这样一个模式创造出来的吗？这几天传出来的，好，不要讲说过程当中，你说媒体没有报道到有没有收钱的问题这些，一直到今天，刚才讲到全美颂这有没有性骚扰这个问题，跟你们平常相处的阿贝，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到底会是什么一些状况？现在对阿贝来讲，我刚刚就讲，除了法律以外，政治上来讲，他难道真的对阿贝真的没有这样一些的未来吗？那民众党呢？民众党总是不可一入无主啊，那未来又怎么办？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包装出来？当然是包装出来，但是我们在做文宣的时候，都希望这个政治人物可以跟我们包装的至少是贴近嘛。当然，好，而不是一层一层被扒开来看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的样子嘛。比如说他的皇上的这个思考，我们他很真诚讲话很好笑，这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嘛。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搞，跟着皇上一样的搞，那就不对嘛。你怎么可以把官位是用这样分配的方式？那就是你就凸显出你的皇上心态是真实的皇上心态，而不是跟一般人我们看宫斗剧很好笑，我提一下好笑的分官的时候，那个官位。还在总统府里面还不是分到其他的单位哦。对啊，另外就是说，譬如说对女性我们常常说真的，以前我们对柯文哲的管理就是说3件事你不能谈：同志、性别你不要谈还有两岸问题你不要谈。在市长室的时候，因为两岸问题
跟所谓的性别问题，他常常就是失言嘛，所以要有一个戳面不断的戳，只要一讲到记者一问到女性的问题，就戳他不能讲，因为他常常会失言。当然知道他对于女性的不尊重，但是至少是失言，还没有想到说今天会发生。说真的，曲美凤我也吓一跳啊。发生那直接肢体上的碰触哦，那个就一条线就直接切开来，你就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就是对于所谓的女性肢体的尊重，你已经不只是言语上的不尊重，你是肢体上面的不尊重嘛。对于所谓的女性肢体的尊重，你已经不只是言语上的不尊重，你是肢体上面的不尊重嘛？这第一点。第二点讲到刚才讲到袁秀慧，袁秀慧也是2014年我们一起打仗的嘛，他在法律上非常的地道，因为他跟谢长廷是合开这个律师事务所。其实，在袁秀慧在392到560，他其实是跟林周明、林清龙一样，他们反对的哦。为什么？在法律见解上面就反对嘛。后来因为监察院不断的去约询所谓的都委会约询法务局，说我监察院的报告都出来，你们要照做。林清龙才不得已在2018年公告嘛。公告的时候，林清龙还做了一件事情非常伟大，叫做删掉12万坪的楼地板保证面积嘛。因为这样，金华城还告哦。袁秀慧法务局当然是处理这个法律案件嘛，还告赢了。不要忘记2月的时候说什么？我们2月的时候，他去找了所谓的3月柯文哲写了一个所谓的速审速决，3月10号那一天，就是便当会之后，这个法律案件便当会同天。是不是在这个法律案件完之后，柯文哲已经想好说法律案件不重要，我要自己创设一个给所谓金华城的容积奖励嘛？而这个容积奖励是谁想出来的？至少黄珊珊你在事后现在不断的讲都市计划法的24条嘛，而金华城就是用25条去做申请的嘛，所以整套的法律体系、法律的见解，是不是因为你黄珊珊的原因，所以让所谓的都发局去做执行，而法务局事实上是在都委会是反对的哦。后来为什么不赞成后来为什么不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压力，我不知道。这个是袁秀慧必须用证人的身份。吴顺明怎么讲？因为这是殷小维的助理。对，不，吴顺明他是那个什么？他那边的副总工程师是很熟的，派来当监军也做这个事。吴顺明讲，他如果跟黄珊珊共同商量的话，那情况又不一样，因为这整个的筹划是吴顺明跟林清2个人。你知道，简单讲，是他送进来的，送到，然后如果送进来前有跟副市长有没有叫他找副市长？有不？然后如果他有提供24条或什么意见的话，那情势就比较危险。对，所以袁秀慧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柯文哲，而是他的直属长官嘛，那督导的长官叫黄珊珊。你在这里面有没有提出你的法律见解？而这个法律见解不见得跟法务局是一样的，那这时候你黄珊珊可能就要有责任哦，因为法务局一路上是反对的，这个是黄珊珊责任嘛。另外就是金流的部分要讲到陈佩琪。陈佩琪讲的发了2篇脸书，一部分叫做装穷洗地嘛。那柯文哲是就我所知啊，他是一个有驾照不会开车外科医生，但是不会开刀的人所以他不会开车，当然不会有车啊。所以你用他不买车来去证明他很穷，不会贪污，而且不爱名车，不吃美食，跟爱不爱钱2回事嘛。所以第一个叫做装穷洗地嘛，第二个其实已经违反侦查不公开。其实他写脸书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大妈老司机还下面留言说：“你不要讲哦，因为这个有违反侦查不公开的疑虑哦。”他还拼命的在第2天还写了第2篇，而且在留言里面公布了他的财产。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写这些？洗地就算了，你为你老公喊冤，这人之常情。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收入？其实大家公布那个收入之后，大家就直接问嘛，那有一条450万从木可公关公司到你账户里面的，你为什么没有写？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你民众党自己人自己爆料说你有收到所谓的450万的权利金嘛，所以你连收入的部分你都没有诚实的面对，你只公布了所有的收入，而所有的收入我也算一算了，大概6400万， OK， 是不是6400万加上你的选举补助款7300万，扣掉你买商办的，剩下是你的结余款。我要讲的是说，
重点在于你的支出跟你的结余款，而不是你公开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收入，这不是大家质疑的部分。而你现在公布这个东西，是不是在空中串证给柯文哲，说我们现在所有的银行的账户的钱是这么来的 ？OK， 建教部长。其实我应该讲袁秀慧，我补充一下了哈，他当时是跟谢长廷借将嘛，是跟谢长廷借将，后来才在市长的任内的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才邀请他进来当法务局局长。那我曾经其实跟袁秀慧之间我们常在吃饭，我也曾经问他过说，柯文哲到底什么代志你要搞我讲吗？他其实语带保留，他说不要了，我当时当他的官，我现在没有当，我也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检调找我去，我会说实话。OK， 也就是说，当时候他的意见，我曾经去看过他，我们是调查小组嘛，对，看过那法务局在他任内的意见，其实都是反对，都反对。但是反对法务局的角色，原则上我是提供法律参考意见，以我们的角色，但我没有实质要或不要，决定权还是在上司，没有。所以他踩着那基本的红线，到了检调单位他会去讲。至于说讲所谓的那个3万块的部分呢，就是说 T16、17、18的所谓的特支费的一个奖励。那一个月我记得是14万还是15万了，8年了。他讲700-800万，那讲的少3万多。我来补充一下那个小平所讲的这一份，各位看一下。北市科专区 T16、17、18私有土地地上权招商推动小组，看右边3万块，柯文哲拿多少给3万啊？然后呢，并完成签约，推动开发投资案，并完成签约，将引入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政府财务收益。这个部分我要补充一下，柯文哲这个钱。我们去调资料，这2天都在调，因为陈佩琪讲说他捐了700-800万，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调资料，都调不到，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网络 Google 结果跳出来那个一个页面。问了蒋万安市长，蒋万安市长为什么你不提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的说法是说，这个以往我们都没有提供，我只能说这个东西预算送到议会来审，其实我们有意见可以背给他的。你再不提供这些东西，我们连你的特支费用什么东西都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钱哪敢再准给你？所以我要呼吁小平，你要回去跟蒋万安讲。所以你要删蒋万的特支费吗？我在想，如果你不愿意提供，我就删。小平要站在我们监督的立场去跟蒋万安讲，这种东西提供出来，真的柯文哲，我比较想删那个财政局长的胡局长的，跟他要资料都要不到。那个读董捐给谁？你不要转移焦点。那700-800万如果不提供，让我们知道明细去向。说真的。那未来这笔钱真的是你的私房钱，然后你宰利安外用吗？好歹木可的案子要拿个96万，你要有个收据来换便当嘛。那这个东西钱在哪里？蒋万安我也呼吁你提供出来吧。未来你想要登大位的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公开透明。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一中对民众党现在因为柯文哲在里面还在积压，然后你看当然黄国昌他是不管声量、流量或实质上感觉上，他大概是最有实权而且最有流量的一个。对，当然。可是他未来呢？那个2年条款，你觉得会一路走下去吗？有人说他不是那时候都在传新北，后来现在在讲新竹，对，到底是哪里？国民党很厉害啦，在这个时间点故意放这个消息啦，放给杂志说他们不排除就是说。邀请黄国昌、蓝白合去选新竹市长，就弄一个新闻啦。我讨论过啦，是新竹黄国昌不太会来了。第一个你要了解黄国昌的个性，他不打没有100%成功的仗。建议龙在选举哪里？如果蓝白共推，他要不，你听我讲，选举是无100%的啦。黄国昌的历史就是说，他在2019年当时时代力量的立委，他是戏子选出来的，对吧？是。他2019年的8月20号，他就推出了一个他的办公室主任跟赖嘉伦被选借立委的。他说你怎么没有参与连任？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很多长辈劝进，跟赖嘉伦劝进，然后他办公室主任有一天就跑来跟他说，他想要选戏子的立委。黄国昌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棒，所以他决定支持他，然后就觉得赖嘉伦一定会上。结果你知道那一年开出来的票啊，当选的是赖品妤是84000票，赖嘉伦拿了13000多票啦。这个是黄国昌的个性啦。这
啊，廖以后伊肯定时代力量不分区啦，第4名，但是第4名时代力量当时只当选3席，所以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一个新闻，他希望邱显智去选新竹市长，显智不去嘛，没送。为什么？因为时代力量呢，显智可以选行政起定，是不是？立委就要死掉，那他就可以递补啦，他的没。所以你要了解他的个性。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他在选前，去年的时候11月，他要投靠民众党，因为民众党8%会掉啦，可能时代力量某一点，所以你要了解他的个性。然后我再分析一件事，就是说，当然今天有记者去问新竹民众党的人，党部主委李国章是说，党内完全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在进行讨论。他说，甚至还有人期待高虹安可以回归市府。然后又问了代理市长邱成远，邱成远说他要认真工作，专心市政，结果没人被猜疑啦。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国民党的高招。国民党真的是朱立伦很厉害，搞这一招，然后垫高黄国昌的声量，然后又给大家去讨论。对黄国昌来讲，现在上选是什么？一的老民众党的多少？以外一个人讲了嘛。他原本有个2年条款嘛，你的来选行政起立，他是不是立委就要辞掉？不然不用行政起来不删掉，你们的机制啊。可是他不辞，如果2年条款还在的话，他立委如果他代理党主席那个党的扛把子，你怎么可能叫6个月内把他搞定就好了？而且重点是他可以当4年以外，2028年一主席呢，我提我自己当不分区第1名也是刚好而已。他有稳稳的立委当，还可以有8个民众党立委听也，我不带有3行就7。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我那天前2天跟也是他的前好朋友邱显智这边开杠。新竹了，显智公园这文就衰。前好朋友，他现在有没有好朋友？现在很久没联络。显智公园就衰，你知道为什么？显智现在是律师嘛，那他常常都要出庭嘛，他出庭要戴个口罩。他说计程车，他很怕被计程车自己认出来。你是咧吼，你是咧什么邱显智的吼？我跟你讲啦，你的朋友黄国昌开始在一路骂5分钟、10分钟骂没了，骂到那个地检署在干弯啦。你讲衰，我说我早就没跟他联络，为什么还要扯到我？对得起，所以当时代力量昨天听到黄国昌来了，他们就讲了很难听的话，话讲很重哦。廖主席讲说，不要什么新北市不要的 Q 温行就起。我最后讲一件事啊，新竹人现在其实我们很怕黄国昌来选，不是因为怕他选上选不上，光想到他的扛棒坑你行就起刚刚那然后他在新竹这边跑你以前有个小说，视觉记，以前有个小说，我不希望新竹市变咆哮山庄啦，拜托给。而且我在讲啊，地方的那些，我们新北市也不小。当初高虹安选上那些地方派系其实他们也不会支持黄国昌，你知道为什么？高虹安是会唱歌、会喝酒那种。就是高知资本，但是他会挨一下子，所以那些地方那些头人其实还蛮喜欢的。在之前他来选的时候，蛮随和的啦。你觉得黄国昌可能跟这些地方这些头人在那边挨箱子，在那边挨来？国昌老师是不会低头的，选举爱低头，那可怜。我台北其实希望国昌老师来真的，为什么？我希望他来。国昌老师是不会低头的，选举爱低头，那可怜。我台北其实希望国昌老师来真的，为什么？我希望他来，来分国民党的票，我们才有机会。每个人都在算计，没有，我应该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其实黄国昌从头到尾新竹，我个人认为。与其要下去参选，以他的个性，他的目标在立法院开会打架干嘛？抗争，他永远是在直播。没有，他没有打架，他只有文场无场他不碰。对，但原则上直播，直播的目的是什么？抖内嘛。我比要 Q 一个登记人数是300多万的一个市直辖市，跟几十万的一个新竹市，我比要来摕抖内，讲个歹听，我来台北、新北市较济，我哪有可能来新竹？所以。依照黄国昌的个性，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算计。他现在最喜欢的、最想的是代理党主席，然后改变选举方式，然后得以连任，进可中2026，退可守2028，我还有门票可以做决定啊。OK， 这样不错。我补充就是黄国昌可不可以做代理党主席，还是要看柯文哲最后在29号他会不会延续请假。如果最后他请假，代表柯文哲不会放弃他党主席的职位 ，OK， 而黄国昌也就没有希望了，因为黄国昌入党的时候曾经答应过柯文哲不管党务，所以当柯文哲想要掌握这个政党的时候，黄国昌一句话都不敢讲，尤其又黄国昌那种个性。另外，新竹也是看柯文哲要不要给黄国昌去选，不要小看柯文哲柯美兰在新竹拿了20%的选票，
新竹市绝对是柯文哲的大本营，而这个东西也是他们家族唯一可以掌握的地方。所以黄国昌选不选新竹，黄国昌当不当党主席，最后都是看柯文哲的决定。柯妈妈到时候跳出来要选新竹 ，Over my dead body 啦，因为我女儿柯美兰要选，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我们白头山血统，大概是这样。你瞧不起我们四兽山了，又来了血统派与法统派的政治。对，但小平是蓝白合，大家还在讨论蓝白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被当成祭旗的？我信那个命运未卜是吧？哦，真的吗？我不知道啦，真的吗？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像朱主席或是大头啊、林涛，也没有人跟我讲说不可以行使议员的职权。当然有些高层不喜欢我，这是确实的，这个很清楚了哈。然后你要不要说哪些高层？就这个就不要讲，好不好？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现在基调还是蓝白合。当然。朱主席现在看起来，可是你一直挖柯文哲的这些事，然后你一个人就告了4个，还4个嘛，对不对？对。那会不会人家讲蓝白可以啊，大家在很多地方合作，胜过2028要不要合作？那你们先处理钟小平。应该这样说啊，这个朱主席应该是蓝白合的大方向是没有变动的。那我建议可以，因为我们有个前置量，我们现在先别想2028，先想到2026吧，两年后嘛哈。你认为此时此刻民众党跟柯文哲的命运比较差，还是2026 2年后比较差？一定是2年后，因为一直往下走，所以你这时候想的逻辑回到2年后不见得适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然后谁要选，说不定卢秀燕比较趋于低调。目前坚定要选的就一个人，叫朱立伦，要连任，其他大头都还看不出方向，目前是没有的。我相信这个商业部同意我这个说法哈，所以要我们本党。谁要挑战朱立伦出来以后，那个人的对蓝白的定调要怎么合？要大合还是小合？跟柯合还是跟黄国昌合 ？OK。然后政党是竞争的，而国会可以合，这个调这是很细腻的，而且每天都在变，政治每天都在变。然后我们还是本着良知以及我们的职务，因为我们受中正文化的选民所托，作为台北市议员。市长的贪污，我们市议员不可能不揭发不然我们选我们干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一定会关心，因为最近当川普当选以后，全球都在跟着这样 run。当然最担心的应该是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吧，因为当川普的儿子直接说那个要把他所有的，包括那个军援啊，所有那些，他算到川普要就职的那个时间吧，还剩下30几天。你想想看，如果是泽连斯基会多担心？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那我们当然关心的是两岸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任何一些的变化。志胜，国务卿、国安顾问这些目前浮上台面的这些人，媒体上报道是抗中鹰派吗？是，今天大概公布了4个啦，那有些是自己有承认已经获得川普的甄选 ，OK， 有些是还在确认，但是可能性很高哦，包括了国务卿的人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Rubio， 然后国安顾问是这个众议院的强硬派的这个众议员 Watts 哦，然后当然还有联合国大使的这个 Stephanie 哦，那下面这2位联合国大使跟这个国安顾问。这2个就是刚才吴哥讲的，就是他们是在众议院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表态，不要再给乌克兰军援。对，这边补充一下，所以您讲的对，泽连斯基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你单纯靠泽连斯基，乌克兰要跟俄罗斯打。他现在还有北韩，还有这些，真的很头痛。我在讲，真的非常头痛。所以我逼他上谈判桌，恐怕我就简单讲一下俄乌的状况。逼上谈判桌，恐怕是未来必然的一个趋势。是对，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他们的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哦。好，现在看到的这4位。对中国，我觉得是只有更强硬，没有最强硬。Rubio 大家都熟悉，很多抗中挺台的法案是他提的。那包括他对于中国，他中国关系也非常非常不好。我现在也很好奇，中国如果他未来是接国务卿的话，中国怎么看待他？因为他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支持新疆的问题，支持香港的问题，2度被中国列为这个制裁的众议员。那制裁参议员，对不起。然后我想，那今天他是国务卿，
那怎么办？中国要怎么下台呀？哦，我被我制裁的人现在是这个美国制裁的人，怎么能让他来我这个地方？对，可是你又不能跟他谈，怎么办？对啊，对，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光看到卢比欧一个头就好几个大了，那更不用讲，长期以来只要是任何国会挺台的法案，他几乎都是领衔提出。OK， 他对台湾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然后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可能是这次的国安顾问这个袜子哦，袜子。他光讲他的背景就知道他有多强硬了。他是绿扁帽退役的少将那就你说吧，这美国最强悍的特种部队退役的将军，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强硬的作风哦。他不已经，我就说他已经不是美国优先的问题了，他应该是美国硬汉的状况那他最有名的几件事情之一，他在2022吧，应该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大概简单讲就是。那本就是他主张的抗中的5种方法，大概简单是这样讲。其中有一个他的主张就是加强武装台湾。OK， 就是你要把台湾武装到让中国不敢入侵。这样的人当国安顾问，我觉得某种程度跟 Sullivan 跟现在这个 Sullivan 比起来，是大家坐下来谈，他没在跟你客气的，他一定是这种军事硬汉的作风。好，那。回来讲这个也是今天公布的，确定他是现在前移民海关局局长 Holman 就是这位Holman，他这次他确认就是要继续接任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境的问题。说那边境的问题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之前已经公开讲说，川普要求他2个月60天上任之后，2个月60天之内要驱除这些所谓的无证移民，而且首要驱除谁？驱除中国的非法移民，因为光2024年。大家如果知道，就是很多润到美国，等到润到国外去了嘛。可是润不过去了怎么办？要到美国去了，他怎么办？他是先到厄瓜多我们也讲过，厄瓜多从厄瓜多再通过墨西哥一路偷渡到美国甚至那个沿路都已经有专门为中国开设的摊贩，因为偷渡的路很远结果他统计起来，光今年还没结束，今年还没结束就5.7万，57000人所以那个这个 Holman 他说。在明年开始60天内，他首要就是要先把这些无照的中国成年男性移民驱除掉。那你看这东西，你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轻松。那Stefanik 这位是非常年轻的他现在才40岁。那他其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员，30岁就当最年轻的女性众议员，精准的讲他30岁就当选众议员了。他跟袜子是好朋友。他一样，他是这个国会友台小组的成员那他那时候也跟袜子一样，主张应该要武装台湾，甚至他主张应该不要让中国参与过多的国际组织，他现在要当联合国大使，所以看起来光今天宣布或者是被预测极有可能这个入主这个川普国安团队的这些人选。你就会知道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对未来对中国川普的团队看起来没有最这个抗中，只有更抗中。OK， 那医生，我们一直会关心的是军购的问题。对，那包括如果就算川普上台以后，对我们的军购各方面，我们一直讲说要打造成刺猬岛，你叫豪猪也好，叫刺猬也好，那对我们来讲，这些军购所有这些来讲，未来看起来顺利吗？对，川普敢要保护费，我们就敢给但是可不可以打一个商量，打个3折3%啦，38%的 GDP 嘛，38% GDP 大概7、8千亿啦。现在今年2025的所谓的国防总预算是6475亿。如果说我们再采购5年5000亿，每年再增加1000亿，差不多就到3%的GDP 的总预算了。所以我们就提出了5000亿的军购。这5000亿的军购有什么呢？政府高层今天就表示美国优先可能将射程达300公里的 MGM 这个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MGM 140飞弹运交台湾。刚才讲到乌克兰嘛，乌克兰打俄罗斯的就用这一款所以这一款乌克兰可能很担心，可能这一款可能就要来台湾来了所以台湾优先会买这个 MGM 14栋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除了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之外呢，当然还有所谓的船舰的部分就是神盾舰神盾舰是全世界第一款全数位化的作战系统的军舰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一直想要的所谓的神盾舰的作战系统，希望美国可以卖给我们，甚至所谓的 F-35，这个当然是希望流口水来。
当然还有所谓的船舰，船舰的部分就是神盾舰啊，神盾舰是全世界第一款全数位化的作战系统的军舰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一直想要的所谓的神盾舰的作战系统，希望美国可以卖给我们，甚至所谓的 F-35，这个当然是希望流口水啦，因为它是第5代战机，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我们有140架的 F-16AB 嘛，啊，另外在2024年今年左右，今年应该会交出66架的 CD， 所谓的4.5代、4代跟4.5代左右的战机哦，如果可以全面提升成为F-35第5代的战机，对于台湾的所谓空优的掌握，当然是非常的优势。除了所谓我们买飞机、买飞弹、买军舰之外，我们甚至要把所谓我们过去淘汰的 F-51战机、F-5系列的战机哦，给美国所谓的架构作为训练机之用啊，或者做靶机之用。这个东西代表台美之间的国防的交流是非常的畅通的。不止我们买美国的东西，美国的各种的美商也将架构我们旧的一个淘汰的战机哦。而且未来这些军购，我都建议政府未来可不可以不要只是买，未来的维修也好，或者甚至零组件的采购，其实现在美国的非常多的所谓的武器，其实都用所谓的台湾的所谓的零组件。那未来的零组件的采购可不可以附在这个武器的采购合约里面，甚至维修，甚至部分的组装都可以来台湾哦。这个东西可以提升整个台湾军工产业的一个提升哦。这个军购产业，所谓的军购，不只是我们付给美国的保护费而已，对于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提升也会有帮助。可是现在看起来，对全球在动荡的地方，义夫，川普说他要当世界和平的调停者，他说他上任以后24小时以内要解决掉俄乌战争。照他儿子讲的那种解决法，当然容易啊，你就回去逼乌克兰啊，我不提供你所有的军备，你像乌克兰怎么去跟俄罗斯打？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后这到底该怎么办？然后俄罗斯现在跟朝鲜又签了所谓的双方之间的那些协议，那这个解决法谁都可以吧？可是如果他这种模式一路往下走，那真的要很担心他到底未来怎么办？当然，川普的长子小康纳嘛，在他的 IG 就发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篇嘛，哈，就是说，你的津贴只剩38天哦，那38天就回顾就是川普要上任嘛，对啊，那这一个当然是警告用词嘛，就川普，我老爸上任以后，你就准备要上谈判桌了，这一定是用逼的嘛，就刚才智胜说的用逼的嘛，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川普当选之后，其实全世界都很紧张啊。7号晚上我在日本那个电视台里面就在讨论川普当选对日本的影响，关税跟美国军事基地的分摊军费。然后接下来那一段讨论完了以后，他讨论的是什么？4个地区，一个就包括乌俄战争，一个中东战争，一个是中国与台湾，一个是北韩，也在讨论川普当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嘛。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要用这种解决方式，太简单了嘛，就对啊，我什么都不提供给你了，你要不要谈判来，我来主持，双方来一下，然后你割一块地给他，结束对啊，就川普的一个资深的一个叫萨兰的吧，那个兰萨的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不起啊，你们要拿回克里米亚靠自己的力量哈。我们是要推进和平，不是要帮你们拿回土地哦。结果这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川普那边都开始否认了，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他只是受聘雇的他只是受聘雇，他的讲话不能代表川普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川普之前的讲话，就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并不是很乐见军援乌克兰，不要忘记。他的副手也认为乌克兰在区域上没有那么重要，甚至于没有比台湾重要。范斯接受那一个访问的时候，节目上面他讲的，因为他认为台湾晶片是推动世界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地方。他甚至于认为台湾比乌克兰还重要，也认为不需要军援乌克兰
所以看得出来，从川普过去选举到他的副手到他的儿子，所有讲出来的似乎看得出来都是我不想军援你。那如果要停止战争，上谈判桌来谈。当然，川普说过他上任24小时要终结这个乌俄战争，我觉得听听就好了。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那普丁的新闻秘书11号出来否认说没有，普丁跟川普没有通过电话。7号是普丁跟泽伦斯基有通过电话。OK， 哦，没有。那现在又比较麻烦的是，当然刚才谈到那个北韩跟俄罗斯，其实他们是在今年6月签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协议嘛，哈，战略协议。其实那个战略跟美国谈的那个，或是中国谈的那个战略关系不一样，他们直接签的，6月24号签的，那有一点像什么美日的那个安保条约，有点那一个的味道。然后9号的时候，普丁是签批准，11号金正恩签批准。如果他签的是类似美日安保。美日安保就是，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的话，那美国一定就甚或是出兵帮助。那就是现在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难怪北韩出兵啦。他的第4条就是签约的任何一方受到一国或多个国家攻击的时候，进入战争状态的话，另外一个国家是要提供军事跟所有的后援呢。那你看，金正恩11号签嘛，然后他还没签之前，他就率先派兵去了，对啊，1万多个，派兵去了，而且就在库斯克那个地区，库斯克是乌克兰在战争里面乌克兰占领的地区，现在就那个俄朝联军要进入库斯克，要夺回嘛。而且就在库斯克那个地区，库斯克是乌克兰在战争里面乌克兰占领的地区，现在就那个俄朝联军要进入库斯克，要夺回嘛，要夺回这一块区域嘛。那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一个形同就是共同防御条约嘛。对啊，那这一个签下去，双方宣布。批准以后交换生效，那形同什么？它形同法律又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了。具有约束力法律条文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场战争里面，包括川普要面临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战争。所以为什么你看日本当天晚上在讨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讨论的差不多。一个是中东战争，一个是。现在打的就是中东跟俄乌嘛，还有一个朝鲜跟中国的问题。那刚才谈到中国的问题，还有朝鲜的问题。现在朝鲜又跟俄罗斯绑在一起。就是说，普丁第1任的时候，跟现在的那个时空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OK， 那我不知道川普的相关的人表达这个意见的时候，北约会是什么态度看待他对乌克兰？因为对北约来讲，如果乌克兰这一局一让，我记得好像是北约的。类似他们的联军司令或什么类似那样的官位，他有讲过，如果乌克兰这场战争如果是以俄罗斯胜结束的话，那对全球来讲是个大灾难，未来会不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或什么？那但是川普摆明是这样，但是志胜，你可不可以简单回答我一个问题？小川普为什么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可以讲话这么大声呢？为什么？如果在台湾，大家会不会讲？不是，当然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可是你是总统当选人的儿子，你直接摆明了跟乌克兰的总统说，你的津贴剩38天了，哈哈，不是，这大家难道不会讲话吗？为什么你儿子会出来的表达这个意见呢？
好，如果用这个中国的古谚来讲，叫内举不避亲，小川普未来搞不好也是川普这个内阁里的吗？重要的人选。不要忘了，在第一任的时候，川普的那个女婿 Kushner， 对不对？也是不是在跟中国的关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这个小川普站在这边，跟那天当选的时候，他那很高嘛，对不对？在他旁边，所以未来在扮演着接班角色不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川普当选的第一天不就对他当选那天胜选的那天，就有人问我说，哎那。川普接下来还要不要连任？那不连任真的是 Vance 吗？他40几岁，而且他那么菜，怎么样呢？我说你太小看川普周边这些年轻的人了。你以为小川普不想吗？你以为马斯克后来发现不行，他不是美国出生的。你以为周边这些人都没有要竞争吗？重点，川普现在要看的是谁比我对更忠诚，那个是他在应用这个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OK， 那一中。中国大陆现在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他们很担心的是大型集会。郑州的这个20万人的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有人甚或在想会不会演变成你看门2.0。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台湾有小笼包，开封有灌汤包，到底灌汤包有多厉害，可以让今年6月有4个大学女生半夜想要吃开封的灌汤包。阿姨那时候当时没有巴士，高铁又太贵，他们就可以租那个共享单车，一路骑了50几公里，就到开封去吃那个灌汤包。那这件事情，这4个女生后来把它 po 上网以后，在今年11月初的时候，成为一股风潮。所以所有的郑州大学的学生就骑着那一条大道，全部都要去吃那个好吃的开封的灌汤包。这件事情你知道怎么样吗？一开始啊，其实中共的官方是赞许的。郑州日报是怎么讲？他说这个啊，就是年轻人把他的青春跟他们的 passion 热情啊具象化，所以本来是俄勒就觉得说这是这年轻人的这种热情，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怎么样？但俄勒一摇啊，除了郑州以外，各大学都开始前仆后继，成都大学的也要骑脚踏车去什么都江堰啦，然后南京大学要骑脚踏车去什么安徽的马鞍山啦，然后最严重的是北京大学要骑脚踏车去天安门就踩到大限了。所以这中共官方在9号、10号的时候，马上改弦易辙，就开始说这件事情不对。首先，共享单车说没有了，你们不能再骑了，我们要把你封锁。那大学生说，那没有单车，那我们走路可以吧？大学说没有，现在如果你们要随意外出的话，要有通行证，不然不让你去。那这件事情就让人家想到什么？你知道，有网友就翻出1989年6·4天安门的前夕，英国 BBC 广播公司去访问的时候，访问一个大学生，他要骑脚踏车，你要去干嘛？他说要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记者问他为什么 ？It's my duty， 这是我的职责。那你看下面这一次郑州的大学生出现什么？自由者无畏。这个很敏感哦。我活一天，灿烂一天。我觉得这个东西踩到中国的红线，所以中国马上改弦易辙，开始就把这件事情 stop。可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其实虽然你是把它压下来，网络上各方面开始去压，可是这让人家想到2年前白纸运动，当时也是一群大学生拿着白纸这样，对不对？后来白纸运动结束以后，那个就解封了。那这一次这件事情呢，其实某种程度大家知道这2年呢，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非常高，然后内卷的情况很严重，所以这个原本是一个，其实他们原本应该是很单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只是这个大学的热情。结果这个大学生的这个 passion， 你们自己俄勒的 passion， 基本上看起来啊，只是让人家觉得说你们中共官方对这些事情就是很敏感。那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可是至少现在网络上大家私底下在那边讨论，就是说你锁得了我的人，你锁不了我的心，大概对。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一个发展？全球大概也会瞩目，因为对老共来讲的话，当然你说所谓的大型集会啊或什么，尤其又牵扯到要骑到天安门去，那当然是一个大禁忌吧。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好，但川普上台，全球应变小组，我不知道每个国家现在应变的怎么样。那金华城的案子未来的发展，最起码看这7个礼拜左右，那北检最后会炒出什么样的一堆菜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